在北大西洋的冰层下，有一群科学家捞起了一条鲨鱼，它样子很钝，眼睛几乎失明，游得极慢，如同深海里的石块。研究人员取下它的眼球，对晶状体做了碳定年检测，结果出来那天，整个实验室安静了几秒。这条格陵兰鲨已经活了差不多400年。400年是什么概念？它出生的时候，明朝还在，李自成还没有打进北京，牛顿还没有出生，郑成功还没有跨过海峡，它就在黑暗里慢吞吞地游，游过改朝换代，游过工业革命，游过2次世界大战，也游过我们曾祖父的一生，祖父的一生，父亲的一生，以及我们自己正在度过的一生。而在美国加州的白山上，有一棵虎尾松，已经活了4800多年。古埃及人开始垒金字塔的时候，它已经是一棵成年大树了。到今天，它还在抽新的松针。海里还有一种灯塔水母，只有指甲盖那么大，老到一定程度可以退回幼年状态，重新再长一遍。理论上，它能一直循环下去，永远不死。现在我们认真想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会老？大部分人的答案都是同一个，不就是用旧了，磨坏了吗？细胞分裂几十年，零件磨损，身体自然垮掉，这不是天经地义吗？从亚里士多德到今天，几千年，人类一直这么理解衰老。这个答案看起来无懈可击。热力学第2定律说，熵增是万物必然趋势，宇宙里所有整齐有序的东西，最终都要走向混乱。恒星会烧完，山脉会被风化，房子不收拾就会塌。生物学也告诉我们，细胞内部染色体末端有一段叫端粒的结构，作用就像鞋带头上的塑料套，细胞每分裂一次，这个套就磨短一点，磨没了，鞋带就散了，细胞也就再也没法分裂。物理学这么说，生物学也这么说，铁证如山。衰老就是磨损，磨损就是宿命。可格陵兰鲨的细胞也在分裂，虎尾松也天天风吹日晒，一样的物理定律，一样的熵增，凭什么在它们身上就不一样？如果磨损是宇宙铁律，深海那条400岁的鲨鱼算什么？这些生物和我们一样，都是碳基生命，用同一套相似的 DNA 密码，遵守一样的物理规则，细胞都会分裂，都会受损，凭什么它们能活那么久，我们却不行？欢迎来到心灵窗，这期我们聊的书叫《可不可以不变老》，作者大卫·辛克莱，他是哈佛医学院的遗传学教授，也是全世界最有名，同时争议最大的抗衰老科学家。他研究衰老的起点不在实验室，而在澳洲老家祖母维拉的病床边。这个故事我们留到后面说。如果不是硬件磨损导致衰老，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辛克莱给出的答案很反常。他说，衰老不是硬件磨坏了，是信息读取出了错。他打了个比方，想象一张 CD 光盘，上面刻着一首完整的歌，是数字信息，只要不把光盘砸碎，放几十年都不会变。这就类似我们的 DNA 信息，但多年之后，光盘表面会变旧，有划痕，播放器也老化。这时播放器有可能跳帧、卡顿，读不出来，音乐断断续续，最后干脆放不了。可歌本身的信息，一个音符都没变，歌还在，只是读它的设备出了问题，信息放不出来了。这就是衰老。那些划痕在生物学上有个名字，叫表观遗传。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身上每个细胞，无论是皮肤、心脏还是大脑，装的都是同一套完整的 DNA。 既然图纸都一样，为什么皮肤细胞长成皮肤，神经细胞长成神经？因为每个细胞拿到的其实是同一本书，但被荧光笔圈出了不同的重点。皮肤细胞那本把长皮肤的章节全标亮了，其他章节合上不看。神经细胞那本标的是另外几章，这套荧光笔的标记就是表观遗传，它不改文字本身，只决定读哪里，怎么读。而衰老就是这些标记在几十年里被涂得越来越乱，于是皮肤细胞慢慢忘了自己是皮肤细胞，肝细胞忘了自己该干什么。用辛克莱的话说，我们的细胞得了阿尔茨海默症，那标记为什么会乱？这要说到几十亿年前生命留下的一套设计。我们体内有一组叫长寿蛋白的物质，它们身兼两职，平时在细胞核里管理基因开关，负责维护那套荧光笔标记。可晒太阳、辐射、接触化学物质，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会导致 DNA 出现断裂。那长寿蛋白就得立刻放下手里的活，冲过去修补断裂的 DNA， 修完再回到原来的岗位。问题是，几十年里火情从来没断过，他们来来回回的跑，总有回错位置、贴错标记的时候。衰老就是一场持续了几十年的救火，而且救火队员再也没有完全回到原位。想到这里，我想起庄子里的一句话：其杀如秋冬，以延其日消也。
2000多年前的人看生命凋零，看到的不是零件坏了，而是精气神在一天天消散。这大概是一次奇妙的呼应。古人的直觉和今天的分子生物学指向了同一件事：老去的不是我们的身体，是身体对我是谁的记忆。走到这一步，一个新问题自然冒出来：磨损不可逆，我们认了，可划痕呢？光盘刮花了是可以抛光修复的。如果衰老只是读取错误，那从逻辑上讲，它就不再是哲学问题，而变成了一个工程问题。工程问题是可以解决的。2006年，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做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他找到4个基因开关，把它们全部打开，就能让一个成熟的老细胞直接重置回出厂状态，变回还没分化的干细胞。6年后，他拿了诺贝尔奖。但这有个大问题，4个开关全打开，细胞会忘得太干净，干净到彻底不知道自己是谁，最后就变成了肿瘤，就像抛光抛过了头，连上面的字一起磨掉了。于是辛克莱的实验室做了个很聪明的尝试，只打开其中3个开关，保留一点细胞的记忆，只擦掉表面的划痕。2020年，他们把这套方法用在一群老年小鼠受损的视神经上。本来视神经在医学上是出了名的死了就死了，青光眼导致的失明为什么不可逆？就是因为视神经不会再生，这是教科书里写死的结论。几周后，结果出来了，神经重新长回来了，那些已经看不见的老鼠恢复了视力。这篇论文发表在《自然》期刊上，它意味着人类第一次有了证据表明，一个复杂器官的年龄是可以往回拨的。而且我们现在连年龄表盘都有了，科学家通过检测 DNA 上的甲基化标记，就能测出一个人的生物年龄，也就是身体真实的衰老程度。有的人45岁，身体状态只有32岁；有的人45岁，身体已经像58岁。能被测量的东西就能被管理，能被管理的东西就不再是命运的必然。这意味着年龄第一次从一根只能往前走的单向刻度，变成了一个能调的仪表盘。我们每天吃什么，睡多久，运不运动，爱不爱生气，都在拨动这个指针。只是过去几千年，我们看不见这个表盘，所以以为它不存在。今天我们能做什么？答案就藏在刚才说的长寿蛋白里。想让身体启动修复程序，得先让它觉得环境变艰难了。长寿基因本质上是一套应急机制，日子安稳的时候，它们基本不干活，只有当身体感觉到环境变严酷，食物不够，天气变冷，需要长时间奔跑，它们才会全部激活，把资源从生长繁殖切换到修复保命模式。这在生物学上叫毒物兴奋效应。适度的不舒服就是发给基因的动员令。相关的证据有很多。冲绳的老人有句老话叫负8分目，吃饭吃到8分饱就停。长期热量摄入偏低的人群，各项衰老指标都明显更慢，100岁老人的比例也远高于平均水平。再比如间歇性进食，它会激活细胞自噬，细胞把内部的垃圾、坏掉的零件拆解回收，相当于给身体做一次大扫除。这个机制的发现拿了2016年的诺贝尔奖。还有运动，它抗衰老有效，就是因为主动给细胞制造一点微小损伤，逼着修复系统加班干活。冷和热的刺激，洗冷水澡、蒸桑拿，同样能激活应激蛋白，调动身体的修复能力。我们这一代人一辈子在追求舒适生活，恒温的房子，随叫随到的外卖，久坐的工作，干净无菌的环境，永远不饿也不冷。我们把这叫生活水平提高，可在我们的基因看来，这一切像一封劝退信，警报解除，一切安全，修复队解散，大家各回各家吧。2000多年前，孟子写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现在回头看，他可能说了一句生理学规律。所以真正的养生也许不是拼命的补，而是学会适度的缺，给身体留一点饿，留一点冷，留一点累。我们这代人总想着把日子填满，房子填满，行程填满，胃也填满可长寿基因，偏偏就活在留白里。讲到这里，很多朋友已经兴奋了，准备让自己变得年轻一些。但要说明，辛克莱的这套理论在科学界远远还不是定论。第一个争议是白藜芦醇的翻车事件。2000年前后，辛克莱因为研究白藜芦醇一战成名，就是红酒里常说的那个成分。法国人膳食脂肪高，可心血管病发病率低，被归因于饮用红酒。白藜芦醇从此声名大噪，被推崇为抗衰老神药。可后来呢？后续的临床试验结果并不理想，项目最终被搁置了。第二个争议是 NMN 的证据断层。NMN 就是烟酰胺单核苷酸。辛克莱的实验证明 NMN 在小鼠身上展现了显著的细胞修复、提高能量代谢、延缓衰老的效应。它在小鼠身上的数据确实漂亮，
但小鼠身上有效和人身上有效之间隔着一条非常宽的鸿沟。医学史上，在小鼠身上被治好的癌症有几百种，能真正用到人身上的少之又少。直到今天 在人体上长期大规模的有效性证据依然是空白。第三个争议是利益相关的问题。辛克莱本人深度参与了多家抗衰老公司的创办，批评者认为他既是科学家，又是产品推广者，在传播上有夸大的成分。这一点，说实话，他自己也很难完全撇清。那我们该怎么看待这本书？科学界争来争去，争的是哪种药，哪种成分真的有效，而不是衰老到底能不能干预。表观遗传时钟、山中因子重编程、热量限制的效应，这些底层的科学发现是扎实的，是被反复验证过的。换句话说，具体的药方还存疑，但衰老的病理逻辑是成立的。某一瓶保健品可能是智商税，但衰老可以被干预。这个认知革命本身正在慢慢成为共识，衰老是一种病。现在我们讲一讲辛克莱的祖母薇拉，她是个很有个性的女人。年轻时在悉尼海滩，她是第一批敢穿比基尼的人。她抽烟，开快车，活得我行我素。她小时候对辛克莱说过一句话：永远不要长大。可她生命的最后10几年是被衰老一件一件夺走东西的10几年。先是不能去远的地方，然后走路需要人扶，再然后记忆开始漏掉一些人和事，最后那个爱笑犀利什么都敢做的薇拉慢慢不见了。辛克莱在书里写，最让他难以接受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死亡之前那一段漫长的时光。人还在，可那个健康快乐的人已经不在了。当时守在病床边的辛克莱想的是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全家人可以为祖母的肺炎全力以赴，却对造成这一切的根源，也就是衰老本身，连治疗的念头都没有过？人们认为衰老是必然，病要治，命只能认。在现代医学的分类里，衰老被归在自然规律那一栏。于是整个现代医学变成了一场巨大的打地鼠游戏。癌症冒头就治癌症，中风冒头就治中风，糖尿病冒头就治糖尿病。可有一个数字值得所有人停下来想一想，就算人类明天把所有癌症都攻克了，平均寿命也只能延长 2.3 年。为什么？因为地鼠会不停地冒出来。癌症、心血管病、阿尔茨海默症，这些病最大的共同风险因素只有一个：年龄。我们打了100年的地鼠，从来没人去碰那台把地鼠送上来的机器。而辛克莱这本书真正的核心主张只有一句：衰老不是必然的宿命，而是一种病，一种发病率100%，无人能幸免，但从今天开始第一次变得可以被治疗的病。这不是文字游戏，它已经在制度层面发生了。世界卫生组织在最新版的国际疾病分类里加入了与衰老相关的编码，人类第一次尝试在制度上把衰老改写成病。这个改变的革命性不在技术，而在认知。哥白尼没有挪动过一颗星星，他改变的只是人类看星空的方式。同样，把衰老从宿命挪到疾病这一栏，一颗细胞都没有变，变的是我们和时间的关系。宿命只能被接受，疾病却可以被对抗。那么，对于40岁、50岁、60岁的我们，这件事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人生下半场的剧本可能该重写了。我们这代人心里都藏着一张默认的人生时刻表：30岁定型，40岁拼一把，50岁稳住，60岁开始收尾。所有的来不及都是照着这张表算出来的。想学的东西太晚了，想换的行业太晚了，想过的日子这辈子恐怕没机会了。可如果这张表本身就是过时的呢？如果60岁不是开始收尾，而是中场休息呢？而长寿之后呢？它带来的东西也充满挑战。如果我们真的做到了呢？这是一个大多数人不敢想的问题。首先，人口会爆炸吗？地球装得下一群不会老的人吗？粮食够吗？水够吗？年轻人还有出头的机会吗？辛克莱的回应有2点。第一，现实正在往反方向走，全球生育率在断崖式下跌，很多地区的老龄化、少子化已经非常严重。我们这些社会真正的危机，恰恰是老得太快，生得太少，劳动人口撑不住社会运转。在这样的世界里，延长健康寿命不是加剧问题，反而是在对冲问题。第二，历史早就证明过，1798年，马尔萨斯断言人口增长必然带来大饥荒。1968年，人口炸弹预言70年代将有数亿人饿死。每一次人口末日论都说得信誓旦旦，可每一次都落空了，因为他们都犯了同一个错，默认人不会变，技术不会变。而且，辛克莱说的是健康寿命的延长，不是让一个人虚弱的多躺20年。一个健康的80岁老人，不是社会的负担，他依然是生产者，是纳税人，是经验的保管者。这一关，我认为是能过去的。其次，最难解决的
是不平等的问题，这一关很难过去。如果长寿技术像历史上几乎所有新技术一样，先落到有钱人手里呢？人类社会容忍了几千年的不平等，住的不平等，吃的不平等，受教育的不同，被尊重程度的不同，为什么社会还能维持？因为最后还有一条底线，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帝王将相和贩夫走卒，最终面对的是同一个结局，这个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秩序。可如果这条底线也没了呢？那阶层就不再只是财富的分层，而是寿命的分层。想象一个亿万富翁可以活到150岁的社会，财富复利滚150年是什么概念？巴菲特90%以上的财富是65岁以后赚到的，因为复利需要时间，那再给他60年呢？一个企业的创始人在位80年是什么概念？下面3代人永远等不到接班的那天。我们常说富不过3代，这句话其实不是道德感慨，它是对一个社会机制的描述。守财的人会死，财富会被分割、被继承、被稀释、被败光，社会因此得以重新洗牌。当死亡不再洗牌，牌就永远停在赢家手里。还有第3个问题，权力的凝固。如果独裁者不会老死呢？人类历史上很多僵局不是被改革解决的，是被葬礼解决的。西班牙等来的不是佛朗哥的转变，而是佛朗哥的死亡。很多封闭体制的松动，起点是一场又一场独裁者的死亡。不只是政治，物理学家普朗克说过，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取得胜利，并不是靠说服他的反对者，而是靠反对者最终都死去，熟悉他的新一代成长起来。后来这句话被浓缩成一句名言，科学是在一场又一场葬礼中前进的。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死亡一直是人类社会最沉默也最可靠的一套纠错程序。它不讲道理，不看功过，不问对错，时间一到，谁都得让位。正是这个绝对公平的强制退场机制，让新的想法、新的人、新的可能性有了生长的空间。而长寿革命要拆掉的，恰恰就是这个程序。我们准备好用什么来替代它了吗？老实说，没有人知道。辛克莱并不回避这些问题，他要求把衰老正式定义为疾病，只有这样，公共资金才能进场，而不是把它完全交给私人资本和私人研究室。他主张立法保障技术的可及性，让它像疫苗一样普及，而不是像私人飞机一样只属于少数人。而面对所有的伦理质疑，他有一个几乎无法反驳的反问：我们从来不问治愈癌症会不会让世界人口过多，因为面对一个具体的病人，延长他的生命是无条件的善。那么衰老凭什么例外？当我们谈论人类的长生问题，当那个人变成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母亲，变成病床上那个正在一点一点消失的具体的人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哲学会瞬间安静下来。几千年来，人类在时间面前只有一个姿势，低头认命。秦皇汉武求过药，中世纪的炼金术士炼过丹，无数人在庙里烧过香，最后都败给了同一个信念：老是天意。而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代有资格坐上谈判桌和时间讨价还价的人。我们未必能谈赢，但能谈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文明的转折点。庄子说，朝君不知晦朔，康不知春秋。那些朝生暮死的小生命不知道什么是1个月，什么是1年。而上古有大春树，以8000岁为春，8000岁为秋。我们通常把这段话理解成活得久才见得多，但他真正想说的可能是长短从来不是关键。一只活了1个夏天的蝉，未必比一棵活了8000年的树活得更不明白。延长生命是科学的事，配得上被延长的生命是我们自己的事。衰老也许真的是一种病，但比衰老更早让一个人老去的是他提前认命的那一刻。人类花了1万年学会如何不死于饥饿和瘟疫，却从来没学过活着到底要拿来干什么。感谢观看心灵窗，我们下期见。